要不帅，我不服，怎么这才给他做手术？毒！你就知道毒！这个家都要被你赌光了！别哇哇叫了，书意，你先忍一忍，等我把本赚回来了，我再把你赎回来，再去给你妈妈看病。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做！臭娘们儿，闭嘴！好。你小子够坏的啊！这么润的姑娘都舍得卖呀？书意，我还得把你赎回来呢，你放心，你赎回来。爸，不要，放开我！谁呀？放开他，滚！我上！上！刚刚，谢谢你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没想到当年的高考状元，过得也不过如此嘛。你认识我？听说当年你给某位富豪当金丝雀，大学都没读，后悔吗？妈妈的病不能拖了，我能求你件事情吗？说出来听听。求求你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只要你肯借钱给我，我可以做任何工作来偿还，任何工作都可以。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好，我答应。那开始吧。什么？这么看来，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情人。今日重大新闻：凌氏集团总裁凌修即将与秦氏千金秦月订婚。订婚？那我和他在一起这5年又算什么？江书叶，你在期待什么？当年他救你，只是想让你当他的情人。明天合同就到期了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林总，今天您和港城裴氏总裁见面，他比较喜欢现代简约风，所以我给您找了一条单一色调的领带，您看一下。还可以。江秘书对我们家少爷真是太贴心了，这一大早晨又是做早餐，又是搭配衣服。吴妈，这是我身为秘书应该做的。是呀，江秘书，你对我们家少爷的关心，这5年来我看的是真真切切呀。吴妈，你有所不知，有些人只要钱给够了，什么都能做，你说对吧？林总，是要我帮你买什么东西吗？不用在我面前装，你这么努力讨好我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林总，您今天的行程总共有4个，其中包括……喂，林总，有一个紧急情况需要您处理，事关您未婚妻的弟弟。林总好。我去，姐夫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
假借谈合作出入声色场所，还被媒体拍到，你有没有考虑过公司的形象？还是说，你觉得你有你姐这层关系，不管你怎么样？姐夫，我真的错了，对不起，你能不能别告诉我姐？我求求你，求求你了。江秘书，江秘书，江秘书，我姐夫也没有说怎么处置我，这到底什么意思啊？秦少，你出入声色会所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且这一次还被媒体拍到。我去，那我有事儿吗？我那……秦少，你也知道，林总对你期望越大，失望就会越大。最近工作辛苦了，今天可以提早下班，好好放松一下。江疏义，你别跟我玩这一套。我姐可是凌修的未婚妻。娜姐，开除秦凯。秦少，林总没有给人第二次机会的习惯，无论你姐是谁。江疏义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凌修有一腿！你竟然敢开除我，我姐马上就回国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娜姐，我的合同到期了。林总，5年的合同结束了，您签字吧。小江，这些年来你是唯一一个能在林总身边当秘书超过3天的人，而且这一干就是5年。你要留下，林总肯定愿意给你更好的待遇的。你那么努力讨好我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林总那么有钱，一定能找到比我更优秀的秘书。这件事我要跟林总确认一下。娜姐，林总从来不会在意这种小事，没有必要刻意跟他说吧。小江，你对林总来说不一样，你离职必须汇报。喂，林总，跟您汇报个情况。这种小事还要找我汇报？我要你这个人事总监是干什么吃的？娜姐，那就不麻烦你了，我亲自去跟林总说。江秘书，对林总来说，你真的不一样。林总，乔秘书今天的打扮很特别啊。林总，江秘书能为你做的，我也能为你做，而且我可以做的比他更好。是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配不上江秘书。收起你那套下作的手段，再有下次就别在这干了。我以为我们肌肤相接是灵魂交流，原来不过是肉欲沉沦。对林总来说，你真的不一样。林总那么高高在上的人，又怎么会在意一个情人的距离？我的存在就是一个笑话，何必再自作多情？喂，江大秘书，在看什么？怎么不进去？张总好，我来找林总汇报工作，不过林总现在正在跟乔秘书说一些别的事情，我等下再回来。我们谈完了。怎么，要我送你出去吗？走吧，你的林总来叫你了。喂，乔大秘书今天有点不一样哦，不一样的美丽，勾人。多谢张总夸奖，不过要是勾人的话，江秘书应该更胜一筹，是吧，江秘书？乔秘书，你的着装违反了公司穿衣规定，罚款1000元。再者，林总招你来是为了让你当秘书，而不是小姐。
如果你这么喜欢揽客的话，建议你去夜场工作。你才是小姐，你全家都是小姐。江秘书，怎么，需要我跟林总一起为你整理衣服吗？江疏意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说好听点儿，你就是个小情侣；说难听点，你就是一块用过就扔的破抹布，一个只能在下水道里发烂发臭的过街老鼠。张总，请吧。好啊！喂，林总啊，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刚才你的江秘书看到了你和乔秘书走得过于亲近，撅嘴了，跟你安慰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林总，秦经理开除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。哎呀，我们江秘书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这么出众，怪不得林总会把你带在身边呢。可惜了，林总啊，现在已经和秦氏千金有了婚约，那你再跟在他身边就不活戏啊。要不要考虑一下我啊？我肯定比这个活阎王好100倍啊！喂，林总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忍痛割爱给我啊？滚！嗨耶，你又不是真的对他有意思。哈哈哈哈哈！他是我的。哇，林修雷，管好你的嘴！张老太给你准备了一个稳重端庄的大家闺秀。江秘书这样的女人不适合你。多谢张总抬，林总说的对，像我这样身上没有优点的女人，确实配不上名门权贵。林总没有什么其他事情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张盘，你出去。我出去？哇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找你有事情啊！我来这里是有事情的啊！我最近胃口不太好，你去管理非洲的分公司吧，好去这。你非要我去非洲？哇，你真行啊！哇，你是说我在抖你胃口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江秘书，你要考虑考虑我。你看我他的鬼样子啊，我比他好10000倍啊！喂，哇，你2个累人，你分我一个不可以吗？累要江秘书给我乔秘书好不好啊？我狗男女啊！我是缺女人的人吗？怎么，生气了？不敢。你明知道秦凯是我未婚妻的弟弟，还这么果断开除他，不就是吃醋生气吗？林总向来做事一视同仁，即使是你未婚妻的弟弟，也该如此。江秘书倒是很了解我。林总，这里是公司，请你自重。别忘了我们还有合同，这是你的义务。是不是合同到期，我们就两清了？是，但在这之前，请江秘书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这个江秘书平日里看着一本正经、雷厉风行的，这大白天就开始了。不然你以为他是怎么在林总身边当了5年秘书的？这个贱人还说我勾搭林总，我看他才是那个狐狸精，气死我了！
还有事儿？没有。你还记得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与港城裴氏进一步合作的日子，还是他回来的日子，对吧？江秘书。江疏意，你在奢望什么？不在意你的人，再怎么提醒也不会记起。对，林总，祝您明天顺利签约，也祝您和秦家的千金能够幸福。林修，今天过后，我们再也不见。 能在林总身边做5年的秘书，不愧是江秘书，能力是真强啊！他能力强，我看他是床上功夫强还差不多。林总竟然说我不如他那个情人，不就行的事吗？换谁不行？我什么都没有说，你怕什么？我没有说错。再说了，林总马上就要跟秦家那个千金订婚了，到时候啊，这江疏意情人变小三。 再让秦家千金知道他爬上过林总的床，看不整死我工作好像没做完，我先走了。吓死我！是，我是爬上了林总的床，那又如何呢？你想爬都没有机会。你干什么？想动手打我啊？从明天开始，你的机会就来了。 你要记住，你的对手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秦家千金。看，这颜色很衬，林总买的。喂。 江小姐，合同收到了吗？大概什么时候来入职？对于你这种工作认真负责又有能力的人才，我可是期待很久。裴总，明天我会准时入职裴氏。5年来，不管是节日还是生日，你都是随便买一件礼物送我，每一件还竟然都是一样的。 你还真是有心啊！水。我喜欢你。 很早就喜欢。我也喜欢你。不过现在到期了。江疏意，向新的生活出发吧。江秘书人呢？林总，我知道，江秘书啊，他肯定是故意旷工。乔秘书，通知所有高管，让他们带上跟港城裴氏的合作方案，到会议室开会。是儿，太好了，林总开始用我了。 人都到齐了吧？到齐了。江秘书呢？江疏意，我不管你在干什么，3分钟之内，马上到会议室开会。江秘书已经离职了。什么？林总，要我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重新回来吗？不用。
高中学历，要不是我收留他，他以为他自己能有什么出路？放出声明，从今往后，海城谁用江疏意，就是与我林氏为敌。是。江疏意，我就不信你不回来。不好了，林总！港城裴氏集团高薪聘请江秘书，江秘书已经订好了下午的机票，据说年薪500万，是你给工资的5倍。果然呢，只要钱给够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林总，您和江秘书共事多年，又这么器重他，只要您重新……我说过，从今往后，谁用江疏意，就是与我林氏作对。散会。江秘书，我饿了。林总，江秘书他已经辞职了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买去。林总想吃什么我去买。云边家的海胆饭，1个小时之后我有个会议。这，去吧。好。云边家距离太远了，而且没有外卖配送。不可能没有外卖配送。这我知道，他家真没有外卖配送。林总，请用餐。林总，您到底想吃什么呀？火锅、炸鸡，麻辣香锅、烤猪蹄。不吃！我说不吃，出去滚！林总，江秘书他其实还没走，要不我们去追他？不去。舒叶，李安，李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是在港城吗？这不是我怕你反悔吗？所以亲自来接你。我是那种会反悔的人吗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，在他们面前说了我这么多好话，不然林修那么做，恐怕以后都没人敢录用我了。说什么呢？咱们不是好闺蜜吗？今晚等会儿到了港城，咱俩必须得好好喝一杯，庆祝你脱离苦海，拥抱新生活。拥抱新生活。走啊走啊！行李呢？我帮你拿。后面。这是啊，这是我们老板赔礼。啊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裴总好。江小姐，我代表裴氏欢迎你。我觉得裴氏有你的加入会越来越好。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我相信你的能力。那咱们上车。走吧。林总。林总。我已经辞职了。江秘书，麻雀失去了为它遮风挡雨的大树，就等于失去医保，什么都不是。跟我回去，我给你600万。不用了，谢谢。1000万。林兄，你是不是认为只要你有钱，全世界的人都要围着你转？你之前不是为了钱什么都愿意做。500万，做我5年的情人，另外贴身秘书每年再加1万，这应该不比你上一个金主给的少吧？吴妈，你有所不知，有些人只要钱给够了，什么都能做，你说对吧？怎么，被我戳中伤口，不开心了？江秘书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，然后跟我回去好好做你的秘书。林总，江小姐现在是我的项目总监，
你这样过来挖人不太好吧？项目总监，江小姐的能力很全面，无论是商务谈判还是市场分析，都属于顶级人才。让她过来做秘书，太缺才了。那裴总啊，你真是看错人了，她只适合当秘书。我不这么认为。是吗？那你看好了，2000万跟我回去。江疏意，你爱钱，我可以给你更多的钱，那为什么你还是选择去裴丽身边？昂立方品牌收购案，没错，这个收购案对裴氏来说非常重要。如果能够收购成功，裴氏不仅能够问鼎港城之最，还能一举打开国际市场。这个收购案太重要了，这万一出一点差错……我相信你的能力，而且这也算是裴氏上下员工对你这个新总监能力的考核吧。这个还记得当时在交流会见到你的时候？交流会？哇，江秘书啊，江秘书今天好漂亮啊，喝一杯啦！谢谢张总，张总好酒量。苹果吃不吃啊？张总好有趣。喝酒啦！내도 맞아 준 쿠폰 세트 유한 59시에 퍼크대。哎，秦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想和我们一起喝酒啊？那来呀，喝酒哦！江小姐身为凌修哥的秘书，应该听得懂法语吧？哎。Linzagundu dugong de la fille, son gon place legon. No good na kai lua eish. No good playplan. No dado e de lecal. La sedite muda e la guilo. 不过相比起拉菲，我个人更喜欢国产的果酒，因为它不会轻易醉人。大家干杯！哦，干杯，干杯啊！当时我可是被你一口流利的法语，还有对红酒的了解惊得不轻啊！江秘书，今天宴会所有重要客户相关的合作方案都准备好了吗？林总，我还没来得及做。作为秘书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这杯酒，有人喝了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是，裴总，我只是略懂一点法语，只是稍微懂一点点酒水的知识而已。但是这个收购案实在是……这个你有所不知，昂立方的品牌创始人是一名法国人，而且现在的掌权人昂莱也是一位中法混血。对于会法语的人，他们有着天然的亲切感。而且这个昂莱是一名品酒大师，他只对志同道合的人有话说。从这2点来看，你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原来是这样，但是裴氏的职工对我好像不太认可。我可以出面为你担保。不，我要自己向大家证明，这样大家才能认可我这个总监。但这次竞标，林氏也会参加。林氏？林修可能会亲自出面。如果你不方便的话，其实我可以换个人来做。裴总，我会全力以赴。好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小芳，进来吧。这是林芳，我跟你新招聘的助理，她曾经在昂立方任职过，以后如果对昂立方有什么不知道的，都可以问她。江总监好，
你好。哎，秦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回国内了吗？昂立方品牌收购案，昂立方是家族企业，而且一直还缺乏资金。他们也一直都是面向港城和国际市场。灵修所有的产业几乎都在内地，怎么会想着收购它了？哎，秦小姐，灵修，我麻烦你搞清楚，我才是你未婚妻。你现在为了一个秘书，大老远的跑到港城去收购一家对你们林氏毫无作用的公司，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你是要打我秦家的脸吗？我要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评判。秦小姐，我想你就误会林总了。现在江秘书已经入职裴氏，而且裴氏现在很想收购昂立方，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，他跟林总是敌对关系。江疏意，你一个秘书开除我弟就算了，还和我未婚夫拉扯不清，我倒要看看你加入的这个裴氏有什么能耐。好啊，那这个收购案我也参加。舒一姐，昂立方作为家族企业，代代相传，从董事会到部门高层，全部都是有血缘关系的自家人，非常排外。对于他们而言，外资进入就像是玷污，所以他们对于这次收购案非常拒绝。而且我们也不能强行收购，否则林氏集团肯定会采取和我们相同的手段，这样一来，只会让昂立方的股价虚高。这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，所以对于这次收购很难完成。帮我约昂立方的最大股东昂来，我要见他。好。如果不是我听说江小姐对酒水颇有见解，今天我是不会见你的。江小姐，你这样的眼神很不礼貌。我只是在想，人的智慧和经历，难道不是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吗？你敢骂我蠢？昂立方是你们几代人的心血，你们的创始人一定希望他能够屹立不倒，延绵不断。可是你们现在面临到破产的问题，你们却在意的是不想让外资玷污你们的心血。你就好比一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，告诉你蹲下来就能活，但是你们却认为用这样的方式来挽救生命，让你们失去了尊严，所以你们宁愿选择站着死。说的好听一点，这个叫气节；说的不好听，这叫蠢，这叫傻，这叫不懂得变通的老顽固。给我住口！你们裴氏集团为了掠夺昂立方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告诉你，昂立方绝对不会接受任何收购。滚！小芳，你是不是好奇我今天为什么要故意激怒昂来？像他这种老顽固守旧派，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，你就必须要戳痛他，戳醒他。舒一姐，我们今天彻底把昂来得罪了，那以后收购岂不是更难？难与不难，不是他昂来一个人能说的算。如果他不同意，那我们就可以成为最大的股东，逼他同意。逼他同意？今天27号。来会吗？喂，裴总，我可以以您的名义跟港城3大投行签一个对赌协议吗？可以。好。在股市当中，购买股价超过5%以上，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备。小芳，去联系3家投行，让他们分别去购买昂立方散户4.9%的股份，而且我要跟他们签一个对赌协议，就赌1个星期之后，昂立方的股价会从每股$20变成$40，届时不管涨与不涨，我都会以$40的价格从他们手上买走股份。舒一姐，
你是打算暗中收购昂立方的股份？3家股行加起来有14.7%，那我们就会成为昂立方的第2大股东，仅次于昂莱了。但是，如果1周之后没有涨到40美金，那我们不就亏了吗？而且，林氏集团肯定也能想到这个办法。放心吧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至于林氏也能想到，那就要比比谁的动作快了。我还需要昂立方所有股东成员的名单。昂莱他坚定不移，不代表其他人也一样。走。不好了，林总，我们的人查到有人在暗中收购昂立方小股东的股票。昂立方所有股东加到一起也就13%左右，而昂莱一个人就占比18%。就算他们收购了所有股东的股份，也比不过昂莱一个人，还真是够蠢。帮我约见昂莱。裴氏的人骂昂莱是又傻又蠢的老顽固，昂莱现在气得谁也不见。谁骂的？凌修不也知道昂莱是个老顽固？这个，据说是裴氏的一位总监。总监？果然，还是裴理亲自带队的收购案，否则他一个小总监，怎么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撕破脸？不过，你说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得罪昂莱，收购的股份又不可能比得上昂莱，难不成裴氏之前手里就有昂立方的股份？但这也不对啊，裴氏最近没有大额的资金流动。投行？对啊，裴氏可以投行买股，只要不超过5%，就不会公开披露，也不用立刻支付资金。可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好了，林总。裴氏集团私下从投行手里购买了昂立方的14.7%的股份，再加上他们从其他小股东那里购买的股份，裴氏可能真的是昂立方的大股东了。你说什么？那这样，裴氏岂不就是成功收购了？算他们聪明，他们想悄悄做，那就送他们上港城的日报头条，同时向监管机构举报他们钻法律漏洞，行为不合法。另外通知证券事务部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收购昂立方的散户股份。是，江书义，我会让你败，你这次看眼睛里多么危险。裴氏恶意洗盘，老子前脚轻松，后脚昂立方的股价就大涨到40美金，祝你们！爽了！这种卑劣的手段，真是我们港城人的耻辱。现在股价已经快过50美金了，准备开车。裴总，我暗中跟投行交易的事情被爆出来了，现在大家说我们裴氏手段不干净，这事怪我了。您不怪我吗？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江总监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放手去干。因为你的操作不当，原本只需要花费10个亿就能拿下的公司，现在需要30亿。林总，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自以为是，这件事不用你办了，出去。裴总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的信任和赏识的。持股不超过5%的股权交易根本不用公开，这是法律条例。而且我们从股东手里去购买股份，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情，我们每一步都走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林氏告我们违背了证券交易法，还有公司法，恶意收购，这根本就不成立。这场官司好好打。是，律师已经在准备应诉了。这样也好，大家都不用藏了。那我们就把愿意把股份卖给我们的昂立方所有的股份全部收回来，市场上的散股也要全部收回来，能收多少就收多少。可是这样不就等于强行收购了吗？林氏集团目前已经在和我们竞争了，昂立方现在赔价很高，就算收购成功的话，那也是亏了吧？不会，就按我说的办。林总，昂立方股票涨停，今天已经无法交易了。目前持有股份多少？21%。最后一天收盘，昂立方目前的股价是每股80美金，而我们拿到了35%的股份，裴氏拿到了30%。只要等到下周一的股东大会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宣布，昂立方隶属于我们林氏集团。原本昂立方每股只要20美金，收购只要几亿，现在声称涨到了每股80美金，要几十亿美金来收购。虽然昂立方很有品牌价值，但是现在我们要给出去的资金也太多了吧？说的有道理，我也是。10亿变30亿，几亿美金变几十亿美金，江书义，是你吗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对赌虽然是赢了，可是林氏已经掌握了昂立方35%的股份。下周一开始，
昂立方就归属林氏了。关键是裴氏集团的员工本来就对舒逸姐你空降总监的位置有意见，这要是闹起来，裴总肯定也没有办法。人是我请的，当然有我保。舒逸，你放心，不管收购案成败如何，你都是项目总监。下周一才会出收购案的最终结果，成功还是失败尚未可知。你还有后手？不好了，林总，昂莱把股份转让给了裴氏集团。你说什么？昂莱不是最排斥外资的吗？怎么可能把股份转让给裴氏？秦小姐，昂立方官网刚刚公布，自愿与裴氏集团达成收购协议，从今天开始，它就是裴氏的品牌了。怎么可能这样啊？不可能啊！这次收购案，裴氏那边的负责人是谁？据可靠消息，是江直。江疏意，不可能的！难道就是因为他，昂莱才把股份转让给裴氏的？这样，马上帮我约见昂莱。好。你的眼神和裴氏总监的一样，让人感觉很不礼貌。裴氏的那位总监是我原本的秘书。都是强盗！你不是死都不卖身吗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，自愿加入裴氏了？还不是因为林氏和裴氏强行收购，否则我跟你们这两家同归于尽，也不至于非要加入裴氏。周末那2天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只是没想到他竟然跟我一起去了。昂莱先生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出卖昂立方。在资本的世界里面，像你们这种传统的老牌手艺，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而已。资本会用尽全力榨干他们的价值，用推广宣传搞得人尽皆知，然后会过度消费他们的形象还有荣誉。等到他被烂大街，没有人为他买单，成为市场被抛弃的遗物的时候，资本家就会像丢垃圾一样把它丢下去。你拒绝收购，就是害怕昂立方变成一颗烂苹果被他们丢掉，所以你宁愿让它现在就消失，成为历史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，对吗？是有，现在林氏持有的股份是最多的，说什么都没用。那如果我向你保证，我会拼尽全力，不让昂立方成为他们的弃子呢？你会相信我吗？你就不怕他是骗你的？他给我的感觉不一样，我相信他能做到，也相信他有这个实力。林总这么有能力的一位秘书，你怎么让他去裴氏？这次收购案在我们江大总监的执行下圆满收官，来，让我们共同举杯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来者就是客，一起喝一杯吧。这次收购案真的是由你全权负责？在你眼中，曾经是一个麻雀的人，也可以在广阔的天空自由翱翔，对吧？信口开河，还大树，我看你就是井底之蛙，只看得见头上那巴掌大的天，还妄想帮我们家书意规划毁建，简直是可笑之极。江秘书，麻雀失去了为它遮风挡雨的大树，就等于失去医保，什么都不是。回林氏，我也让你做项目总监。江总监，您就跟我们回去吧。林总啊，他知道错了。像林总这么聪明绝顶的人，在商界是出了名的奇才，他会错吗？回来，条件随便谈，想要多少都行。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去。江疏意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？是你到底想怎样？想怎样？1500万能做我的情人，现在给你5个亿，也太贪得无厌了。
裴总，抱歉，我今天身体不太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休息。我送你。林兄，你有病吧？好好的庆功宴被你给毁了，扫兴！回家。你说你这是何必呢？啊？妈，这以后就是咱们的家。您的房间我已经帮您收拾好了，不过我得去上班。等我下班之后，我再回来带您重新去检查一下啊。好，去吧，注意安全啊。那我走了。是不是书意回来了？是不是书意落什么东西了呀？江有为，干什么？不配你前夫啊！你这个畜生！这是书意的房，你来干嘛？你给我出去！给我出！臭娘们儿，这是她的房，也是我的房。江淑义是我闺女。这死丫头，记得这地儿挺好啊，也不想着老子点。这人呢？让他给我打起来！你这个混蛋，嗜赌如命！书意这么多年给你拿了多少钱了？要不是你，书意也不至于连大学都没有上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死娘们儿，我看你是找死！死娘们儿，死娘们儿！喂？什么？我马上来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。妈，你没事吧？书意，是小玲啊，把我送到医院。是江有为那个混蛋到咱们家来，把我推倒了，摔了一跤。李总，这就是江小姐的家了。李总，这好像是江小姐的母亲呢。什么？快叫救护车！好。谢谢你把我妈送到医院。你说你交朋友，怎么没跟妈说一声啊？小玲啊，把我送到医院，我才知道的。妈，您别瞎说，他只是我以前的上司，而且他已经有未婚妻了。未婚妻？我和秦月只是家族联姻，没有感情的。林少不需要这么刻意跟我解释。我跟秦月会取消婚约的。你之前没去读大学的事，阿姨刚才已经跟我讲过了。小玲啊，你以后呀要对书意好一点。书意啊这辈子太辛苦了，他爸爸嗜赌如命，我的身体也不好，他好不容易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却因为我，他不得不去给人家补课兼职。阿姨，您说什么？那书意，他这种不光彩的事儿啊，肯定不让人家知道，更甭说你是他最亲近的男朋友了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当时是被你爸拿去卖了还债。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？林总什么时候关心过别人的事情啊？如果你当时告诉我，我就……林修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当年我真的很感激你，很感激你给了我一份合同，这样我才有钱救我妈。那开始吧。什么？这么看来，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情人呢。但是5年的合同已经到期，我也不想再任你摆布了。林总，林总，放开！过来！为什么那么脏？为什么为了点钱就能随便被人玩？为什么？对不起。我要是知道真相的话，我不会。林修，明明你只是把我当做你的玩物，为什么又要这样？你就这么不想放过我吗？对不起，听我解释，我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
妈需要休息，请你出去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阿姨，我先走了，你注意休息。妈，别担心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江有为一定会被抓进去的。凌修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要为了江淑仪和我取消婚约？我会补偿秦家的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你这就是在打秦家的脸！我堂堂秦家大小姐，我有什么比不过那个江淑仪的？凌修，我警告你，如果我秦家因为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笑话，那我秦月第一个不会放过江淑仪。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让我们整个秦家给他陪葬。不好意思，你不能进去，这是我们。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放开你！放开！你不能进去，麻烦请留步。让开！小芳，你出去吧。江淑仪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。田个树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出现在凌修面前。你耍我呀！秦小姐，这不是你让我填的吗？秦小姐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？江淑仪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没权没势没背景，跟我斗，到最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舒逸是我裴氏集团的人，谁敢动他，就是动我。秦小姐，如果舒逸有任何闪失，我敢肯定，你出不了港城。裴总，谢谢你。看来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啊？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空间向量和立体几何之间的关系。我刚才讲听明白了吗？你听懂了吗？学弟，你听懂了吗？嗯。好。哦，当年我给补课的人是您啊，戴眼镜那个。对。哇，您的变化真的很大。是我。我现在才发现，8年前就喜欢上你。你不用答复我什么，也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。我就是觉得喜欢藏在心里，不太好。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舒逸，闺女，让他们给我放开啊！你给我放开！你放开！闭嘴！舒逸，你爸的犯罪证据，我已经派人去查了。死丫头，是你让人把我绑这儿的，给我放开！跟你妈一样都是骗子！你就是个人渣，嗜赌如命，害得妈妈生病住院，差点死掉。就因为钱想把我卖掉，就你这种人就应该。就应该送进监狱。老李，把他和证据一起送去。是。走。哎，江淑逸，死丫头，你要给我送进监狱，我出来整死你！哎，快走。我已经和秦月取消了婚约，别走。林总，羞辱我就让你这么开心吗？当年的事情是我不对，给你道歉，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合约情侣，从哪开始啊？还是说林总跟我相处了5年，舍不得离开我吗？是。如果我说是，你会回来吗？5年的朝夕相处，哪怕是和宠物也会有感情。可林秀，你给我的不只有感情，还有无数次的冷漠、贬低、伤害。不会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现在可以走了吗？
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我们朝夕相处5年，你每天都会给我准备早餐，准备衣服侍我去洗，随叫随到。你怎么可能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？你哪儿都别想走！林总原来知道我这5年是怎么过的，是吧？喂，李助理。江秘书，林总喝醉了，非让你来接，你快来一下吧。现在？是的。好，马上去。像一个狗一样，每天被你这样对待，这么呼之即来挥之即去，你让我什么时候出现，我就必须出现在你面前，即使是半夜3点钟，你一个电话我必须到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林总给的报酬很高，我没有怨言。不是的，舒怡，我并不想那么对你。从高中开始，我就喜欢你。高中？是。听说了吗？有个男人给江疏意包养了，高中状元了，清北争着抢的学生，就为了50万放弃大好的前程，可不是嘛？关键他还是校花，这下咱们学校不知道该有多少男生该伤心了。江疏意，你就这么喜欢钱？为了50万就和别的老男人上床？是，但是你当时上了别的男人的豪车，我就以为我是可以被包养的女人，所以用同样的方式又羞辱了我一遍，对吗？明秀，我们绝无可能。为什么？我已经取消了婚约，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，好吗？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你有男朋友？对，我的男朋友就是裴礼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他没有骗你。林总，感谢你帮舒毅找到他爸爸的犯罪证据，改天我们请你吃饭。但今天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你可以走了。抱歉，我就是为了配合你，我怕他不相信。抱歉，应该是我来说，没有经过你的允许，就说你是我的男朋友。不用经过我的允许，你想怎么说都可以。啊，我今天过来是听说阿姨住院了，我想过来看一看。既然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裴总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好，多久都可以。我当那个答复是离职出国。林修，我爱他，但那5年的记忆没办法让我再重新爱上他。至于裴礼，我无法带着当了别人5年情人的背景，再次去爱上另一个男人，这不公平。所以我选择了离职出国，这辈子我都不准备再爱了。